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由米山宫启医生所著的《大脑老化的人眼中的世界》这本书。最近大家有没有人有下面这些感觉？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莫名感到烦躁，名字或说的话总是记不住，感到心里不安，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症状，那就表明您的老化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希望大家能够尽早采取措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完全没有老化或认知的迹象，但作者指出，这样的人其实更加危险，因为察觉自己大脑的老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我们大脑的老化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悄然开始了。大脑的老化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开始，而是逐渐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然而，大脑老化的速度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即使很年轻，大脑也已经开始老化；而有些人即使年纪很大，但记忆力依然很好，思维敏捷。这些人的大脑老化几乎没有发生。这其中的差异可能有很多原因。作者认为，生活习惯和环境是主要的因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有利于大脑的活动，减少压力等，都能保持我们大脑的健康。也就是说，大脑的老化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延缓的。一旦患上认知症，就已经为时已晚。用目前的医学手段是无法治愈的，但我们只要日常注意一些小事，就能大大延缓大脑的老化，从而预防认知症。大脑的老化不仅会导致身体的老化，也会导致精神的老化。首先从身体方面来看，大脑控制着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调节我们的动作和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前额叶这一脑区域会逐渐萎缩。前额叶负责控制身体的动作、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部分区域老化后，我们身体的动作会变得不再流畅，平衡能力也会下降，身体会明显的老化。此外，大脑的老化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脑神经细胞数量会减少，细胞间的连接也会变得薄弱，这会导致短期记忆和学习能力的下降。像阿尔兹海默病和认知症这样的脑疾病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大脑的老化也会引发精神老化，影响我们的情绪、心情以及人际关系。例如，大脑中的血清素这种激素决定着我们的情绪和幸福感，而大脑的老化会导致血清素的减少，从而引发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综上所述，大脑的老化会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多个方面产生影响。然而，通过彻底调整生活习惯，可以延缓我们大脑的老化。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介绍70岁依然年轻的人绝对不会做的5种饮食方式。这5种饮食方式是：1. 不进行90分钟的进食； 2. 不吃方便的冷冻食品； 3. 因为担心晚上睡不着而不喝咖啡； 4. 不是有选择性的吃水果； 5. 无法停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接下来我们会具体分析每一种饮食方式，并进行详细的解说。首先是第1种饮食方式，不进行90分钟的进食。有的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吃的越来越少，因此只想吃自己喜欢的食物。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如果我们一直按照大脑的要求，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身体肥胖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而肥胖会增加脑梗塞、患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患脑梗塞的概率是正常人的4倍。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等并发症，危险度会进一步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肥胖容易导致认知问题的原因。糖尿病、高血压、脂质异常等生活习惯病被认为是美食爱好者们容易患上的疾病。如果您总是想着要吃美味的食物，只想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就会增加患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最终会导致患认知症的风险大幅上升。因此，一般我们会被建议要注意健康饮食，控制盐分、糖分和脂肪的摄入量。在理想状态下，每顿饭都控制盐分、
糖分和脂肪的摄入是最好的，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这里有一个推荐的方法：90分钟进食。90分钟进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方法。有的人可能会质疑，90分钟的进食真的有用吗？但是研究表明，只需将早餐时间推迟90分钟，将晚餐时间提前90分钟，就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果。根据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显示，仅仅调整9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能激活常被提及的细胞自噬功能，帮助我们减重。在这项为期10周的实验中，进行了90分钟进食的组比正常饮食的组多减少了约60%的体脂。自噬是指细胞内部旧的坏蛋白质被重新合成的机制。我们的身体由约60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旧的或损坏的蛋白质大部分会被排出体外，但未能排出的部分会积聚在细胞内，导致细胞的退化，引起各种身心不适、疾病和老化。自噬会使这些坏的蛋白质重新合成，从而使细胞在水平上焕然一新。通过分解细胞内的废物和有害物质，重新合成新的物质。自噬能稳定自主神经系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血流等。90分钟进食的方法非常简单，例如，如果通常在早上6点吃早餐，则改为7点30分；如果通常在晚上7点吃晚餐，则改为5点30分。对于那些担心体重增加或代谢综合征的人，作者强烈建议尝试这种方法。接下来是第二种饮食方式，不吃方便的冷冻食品。大家是否有因为买了蔬菜却最终没用完而腐烂，觉得浪费而不再敢买蔬菜的人呢？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原因，经常去超市或便利店买些便当或熟食，然后通过补充剂来摄取各种维生素。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会发生变化。以前一直在吃的补充剂可能会突然对身体不适应，甚至会因为过量摄取而产生副作用。由于维生素的代谢量因人而异，很难明确指出什么程度是不足，什么程度是过量。作者建议，对于超过70岁的人来说，应该充分利用冷冻蔬菜来补充蔬菜摄取的不足，而不是依赖于补充剂。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冷冻食品对人体有害，但作者指出，在超市和便利店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处理好的冷冻蔬菜，比如冷冻西兰花、菠菜、切好的葱等。这样的冷冻蔬菜无需刀具和砧板，只需加入味增汤或作为配菜，就能够轻松烹饪。而且冷冻蔬菜不会腐烂，用多少取多少，把剩下的放回冷冻室，可以随时解决蔬菜不足的问题。从食品中摄取的营养素，其过量部分会自然地排出体外，不会像补充剂那样有副作用，安全可靠。这也是冷冻蔬菜的一大优势。在理想状态下，每天买新鲜蔬菜并自己烹饪是最好的，但这种习惯难以持续，很多人最终会陷入蔬菜不足的困境。因此，利用冷冻食品补充蔬菜是个明智的选择。您可以选择优质的冷冻食品，即使是冷冻蔬菜，也可以选择国产的或有机的。现如今，有机冷冻蔬菜也很常见。对于注重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选择国产或有机的冷冻食品会更好。另外，新鲜的草饲牛肉在附近的超市里可能不容易买到，但冷冻的却很容易买到。所以，巧妙地利用冷冻食品对于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有帮助。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冷冻食品没有营养，但实际上冷冻食品的营养变化不大，有些营养素甚至还会增加。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冷冻食品。接下来是第三种饮食方式，因为担心晚上睡不着而不喝咖啡。有些人可能担心晚上会睡不着，所以不喝咖啡。然而，这可能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有研究报告显示，每天喝2到3杯咖啡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较低。这是因为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和其他有效成分能激活脑神经的细胞，
例如，咖啡中富含一种叫做绿原酸的抗氧化物质，这是一种多酚。绿原酸具有改善血糖水平和抗氧化作用，因此咖啡对于预防糖尿病和阿尔兹海默病这两种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因素是有效的。此外，根据对 5.6 万名日本人进行的调查，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周喝3到4杯咖啡的人，男性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17%， 女性降低了 38%。预防糖尿病这一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因素，也意味着预防认知症的发生。因此，咖啡是一种非常值得饮用的优秀饮品。对于特别担心咖啡因影响的人，可以考虑在上午饮用咖啡。确实，对于一些非常敏感于咖啡因的人来说，傍晚喝咖啡可能会导致失眠，所以最好在早些时候饮用咖啡，以享受其带来的好处。或者也可以选择无咖啡因的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欢咖啡的味道，作者建议饮用绿茶，因为绿茶也有预防认知症的效果。每天喝绿茶的人与不喝绿茶的人相比，患认知症的概率降低了1/3。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绿茶提取物能够增加脑神经细胞的网络，因此为了防止大脑老化，积极饮用咖啡或绿茶是非常好的选择。接下来是第4种饮食方式，不是有选择性的吃水果。一般来说，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建议每天摄入350克的蔬菜和200克的水果。许多人为了健康，努力每天吃大量的水果。然而近年来，由于品种的改良，水果中的果糖含量比以前高了很多，很多水果变得非常甜。摄入过量的果糖会给肝脏带来负担，可能导致血糖上升和中性脂肪的增加。虽然水果对健康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一样的。有些水果非常甜，果糖的含量很高。作者建议，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选择不是很甜的水果。为了防止大脑的老化，作者推荐每天吃2根香蕉或1个苹果。香蕉富含维生素 E， 摄入维生素 E 不仅可以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还可以改善记忆和认知能力。维生素 E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坚果、鸡蛋和鳗鱼中也富含维生素 E， 但香蕉价格实惠且全年供应，因此作者特别推荐香蕉。此外，香蕉还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减少体内的炎症，使皮肤更加光滑，延缓衰老，并改善过敏等诸多好处。除了香蕉以外，苹果也是推荐的水果。虽然苹果中的维生素 E 的含量不高，但苹果中含有高抗氧化作用的胡皮素。摄入胡皮素可以清除活性氧，从而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接下来是第5种饮食方式，无法停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味觉和嗅觉会逐渐衰退，特别是对于味觉来说，老年人对咸味的感知会变得不敏感。据说，老年人需要使用比年轻人多12倍的盐才能感觉到相同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喜欢大量使用酱油和盐的原因。味觉的衰退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然变化，这一点我们只能接受。然而，老年人特别需要注意，不要摄入过多的盐分。过量的盐分会导致高血压，使全身的血管受损。此外，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大家有没有人习惯于大量使用酱油，或者在烹饪时一定要加很多盐呢？当您在外面吃饭时，有没有人习惯于先在食物上倒酱油或撒盐呢？这种习惯对健康是极为有害的，所以希望大家能立即停止。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吃清淡的食物可能会很困难，因此作者建议用香料代替盐来进行调味。巧妙地使用香料可以轻松实现减盐，例如，可以在烤鱼上滴几滴柚子或柠檬汁，而不是使用酱油。在炒菜时，可以使用姜黄和肉桂等香料来代替盐。其中，姜黄被证明对预防认知症特别有效。如果将香料巧妙地应用于日常的饮食中，不仅可以让菜肴更有风味，还能让视觉、味觉和心情都得到满足。
同时轻松实现减盐。而在西餐中，可以多使用香料丰富的咖喱饭或使用草药调味的烤肉。使用香料不仅可以轻松减少盐分，还具有预防认知症的效果，真可谓是一举两得。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